各位朗学院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这一周呢，郎老师给我们展示了西班牙作曲家法雅的一首特别著名的钢琴作品啊，叫做《火焰舞》。那么，当我们提到西班牙音乐啊，这个脑海中啊，往往会浮现出这种热情奔放的 Flamenco 的舞蹈啊，非常激昂的这个吉他的爬音啊，还有那种特别独特的，仿佛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情感张力。而法雅的火焰舞呢，正是用钢琴这件乐器啊，完美的捕捉了西班牙音乐精髓的一首杰作。那这首短短3分钟左右的钢琴曲呢，可以说是浓缩了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文化血脉，让人仿佛啊去置身于这个火光摇曳的吉普赛营地啊，感受那种无法抑制的生命力量。那么火焰舞呢，最初它其实并不是一首独立的钢琴作品，而是法雅在1915年创作的歌剧《爱情是魔法师》当中的一段舞曲。这部歌剧呢，其实讲述了一个吉普赛女子啊，叫做康德拉啊，讲述了她的故事。她呢深爱着一个青年男子，但是却被她前任恋人的这个鬼魂呢纠缠不休。那么为了摆脱这个幽灵呢，康德拉呀让另外一位吉普赛女子叫卡梅拉啊跳起了妖艳的舞蹈来引诱鬼魂，而她呢则是趁机和心爱的人去私奔了啊。那么在歌剧中呢，火焰舞就是卡梅拉表演的那段充满诱惑力和魔力的舞蹈音乐。那歌剧首演之后呢，这段舞曲啊很快就因为其独特的魅力而独立出来，成为音乐会上经常演奏的曲目。那么法雅呢后来亲自把它改编成了钢琴独奏的版本，并且这个版本的流传度啊甚至超过了原本的管弦乐的版本。那么许多钢琴家呀都把它列为必演曲目啊，因为它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是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演奏者对于西班牙音乐风格的理解和技术掌控的能力。那么要真正理解火焰舞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的这个文化根源啊，叫安达卢西亚这个地区呢，它是位于西班牙南部啊，它是欧洲文化中啊特别独特的一块土地。那么从公元8世纪开始啊，这个摩尔人是穆斯林啊，摩尔人呢他就统治了这里将近800年。阿拉伯文化和西班牙本土文化就在这儿呢深度的融合，创造出了一种既东方又西方啊，既神秘又奔放的独特的气质。安达卢西亚有很多著名的城市啊，像这个格拉纳达呀、塞维利亚呀、科尔多瓦呀，它至今都保留着大量的摩尔时期的建筑啊，那些精美的阿拉伯式的花纹啊、拱门和庭院都诉说着这一段混合文化的历史啊。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有机会你去到格拉纳达的叫阿尔汉布拉宫啊，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可以说是阿拉伯文化的这种建筑啊，一个宫殿。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啊，还生活着大量的吉普赛人啊，然后呢，他们是从印度北部迁徙而来，在15世纪左右到达西班牙，并且在安达卢西亚定居下来啊。那么吉普赛人呢，带来了他们独特的音乐传统啊，和当地的阿拉伯音乐、西班牙民歌相互碰撞融合，最终孕育出了 Flamenco 啊，这种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Flamenco 呢，它不仅仅是舞蹈啊，它是歌唱、舞蹈、吉他演奏3位一体的综合的艺术啊。它的歌唱呢，充满了一种叫做duende 的特质啊，这个词很难翻译啊，大概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近乎迷狂的情感力量。Flamenco 的这些舞者呢，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着情感的张力，从优雅的手臂姿态到激烈的跺脚，从骄傲的昂首到深情的凝视，都在诉说着人生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那么法雅呢，在火焰舞当中啊，成功的把 Flamenco 的这种精神转化为了钢琴的语言。虽然这个钢琴是一件典型的欧洲古典乐器啊，它跟吉他、响板、人声这些 Flamenco 的传统乐器大相径庭，但法雅呢，通过巧妙的音乐的设计，让钢琴发出了近乎于吉他版的音响效果，创造出了强烈的西班牙的风情。那么火焰舞的开头呢，它就充满了戏剧性啊，低音区是传来深沉而神秘的音响，仿佛它是远处传来的鼓声啊，创造出了一种期待和紧张的气氛。那么随后呢，主题的旋律出现了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安达卢西亚风格的旋律，它带有阿拉伯音乐那种
特殊的音阶色彩啊，在 Flamenco 音乐当中呢，经常使用一种叫做弗里吉亚调式的音阶，它的特点是第二个音比标准音阶低半音，这就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略带忧郁的又充满异域风情的声音。那么音乐的节奏呢，它也非常有特色啊。法雅呢使用了大量的切分音和不规则的重音，仿佛 Flamenco 的这个舞者的脚步声。那么在 Flamenco 当中呢，这个舞者的踏脚啊是重要的打击乐器。它这个舞步是打击乐啊，通过鞋跟和这个鞋掌敲击地板，创造出一些复杂的节奏型啊。那么钢琴呢，在法雅手中啊，也变成了打击乐器，是强有力的和弦重重的砸下，就像舞者用力跺脚的瞬间啊，是非常的震撼人心的。那么整首曲子的速度标记呢，是叫做有活力的快板啊。音乐呢，从头到尾保持着强烈的动力感，仿佛是一团不断跳跃的旋转的火焰。它的结构呢相对简单，基本上是主题的不断重复和变化，但每一次重复啊都在情绪上更上一层啊。那么从最初的神秘暗示，逐渐发展到狂热的高潮，最后在一个辉煌的强音中结束啊，就像火焰达到最高温度时候的爆发啊。那么在和声的运用上呢，法雅也展现了非常高超的技巧，它大量使用增二度音程。这个在西方古典音乐当中是不常用的，反而这是阿拉伯音乐的典型特征啊，它给人一种抑郁的、略带不安的感觉啊。同时呢，它也运用了西班牙民间音乐中常见的这个平行和弦进行，创造出一种粗犷的、原始的力量感。这些和声呢，听起来和传统的古典音乐的和声体系是很不一样的，它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那么演奏火焰舞呢，对于钢琴家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从技术层面看呢，这首曲子啊要求快速而准确的8度演奏啊，强有力的和弦敲击，还有复杂的节奏控制。但更难的呢是风格的把握啊。一个没有深入了解西班牙文化的演奏者呢，可能会把它弹成一首普通的快速炫技小品，而失去了那种独特的西班牙韵味。真正的这个好的演奏要让钢琴就是打引号叫说西班牙语啊，那些强音不是简单的响，而是要有一种骄傲的不羁的质感啊，就像弗拉明戈舞者这种昂首挺胸的姿态。那些装饰音不是随意的花哨，而是要模仿吉他的爬音的效果啊，充满即兴的这种自由感啊。节奏的处理呢也要有弹性，不能够机械的去按照节拍器来弹。你看这个郎老师在课程中里也提到了，对不对啊？它要有呼吸感，有张有弛，就像这个舞者的动作有时紧张，有时候放松，有时候突然停顿，有时候又突然的爆发。那么法雅本人呢，他就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他深知如何让钢琴发出最有西班牙特色的声音。他在谱面上其实做了大量的标注就标注了这种表情记号和力度的变化，这些都不是随意的，而是精心设计来模仿 Flamenco 音乐的这个表现手法。比如某些地方要求演奏者用非常强的力度突然敲击，然后立刻减弱，这就是在模仿吉他的重音拨弦效果还有一些快速的颤音和装饰音，则是在模仿吉他手指在琴弦上快速滑动的这种音响。那么法雅呢，生活在他是1876年到1946年正值呢西班牙民族音乐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他之前呢，西班牙音乐在欧洲古典音乐的版图上，它并不占据重要的地位，更多是